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听到药老要以一己之力抵挡2名高级半圣，彩铃等人脸色微变。天冥老妖和古幽的实力都不弱于药老，他们2人联手，药老将会完全处于下风。药老也明白其中的风险，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若是任由魂殿的2名半圣对星陨阁其他强者出手的话，无疑将会是一面倒的屠杀，那样只会让星陨阁彻底崩盘。药老身形一动，出现在古幽和天冥老妖前方。古幽他们嘲讽药老太过狂妄，见药老不理会他们，天冥老妖下令动手，降者不杀，顽抗者格杀勿论。星陨阁和冥河盟的强者迅速爆发大战。古幽阴恻恻地看向药老，2年前他就打算踏平星陨阁，但因为魂族的一些计划，不得不将之放下。如今事情已经平息，他迫不及待地带着刚突破半圣的3天尊直接找上天冥老妖。药老的灵魂力量远超寻常半圣，很快就将古幽震退。天冥老妖眼中闪过一抹惊讶，连忙说一起上。在药老缠住古幽和天冥老妖时，魂殿的3天尊目光一转，正准备朝下方混乱的战场动手时，彩铃、小医仙和青灵出现在他前方。他们3个的组合让3天尊有些压力，但他毕竟是货真价实的斗圣，打起来之后隐隐占据上风。和药老交手后，古幽忍不住握紧手掌，心中有些震动。按照他的猜测，药老的灵魂力量怕是已经到了天境，这种地步放眼整个中州，怕是也找不出几个。今日若是只有他一人，绝非是药老的对手。一想到这里，古幽的杀意越发浓郁。在古幽和天冥老妖的车轮战下，药老很快就落入下风，而另一边的彩铃3人也被3天尊打得连连败退。眼看青灵背后的天蛇虚影都被3天尊打散，药老心头一凉，动作瞬间慢了一拍，一道突如其来的身影一掌拍在药老后背，将他的身形砸落在广场上。这一幕让不少星陨阁强者面色一片绝望。天冥老妖得意一笑，看着下方挣扎起身的药老，让他记住今日的下场完全是他咎由自取。药老抹去嘴角的血迹，眼神狰狞，一抹疯狂逐渐在他眼中弥漫。天冥老妖眉头一皱，让古幽赶紧杀了药老，免得迟则生变。就在他们俩准备下杀手时，整个星界突然开始剧烈颤抖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天冥老妖和古幽脸色一变。星界深处，一座巨大的山峰骤然爆炸，滚滚火浪朝这片天际快速涌来。今日星界之内，非我隔人者死。感受到这股泛着威严的滔天气息，古幽和天冥老妖身体瞬间僵硬，脸上布满惊骇。斗圣怎么可能？看到身着黑衣的萧炎出现，星陨阁的人一片狂喜。古幽不敢相信，2年前萧炎还只是斗尊巅峰，现在竟然成为了真正的斗圣。这一幕对他的冲击实在太过可怕，整个星界中的所有战斗都停了下来。萧炎的身影一闪，出现在药老身旁。看到药老身受重伤，萧炎的双眼反而变得极为平静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这种状态的萧炎才是最可怕的。药老说彩铃他们也受伤了，萧炎手掌对着虚空一抓，彩铃3人便落在了他身旁的石台上。此时的彩铃一脸惨白，鲜血染尽了他的衣衫。小医仙还保持着清醒，他告诉萧炎是魂殿3天尊干的。萧炎点点头，笑容中透着狰狞。接下来的事就交给他来吧。见萧炎看了过来，古幽3人脸色僵硬。半圣和斗圣简单的一字之差，却是2种相当可怕的层次差距。想到现在的萧炎是1星斗圣的实力，古幽心头就有些发抖，但他嘴上十分强硬，让萧炎不要嚣张。1星斗圣又怎样？信不信他现在就从族中叫人来收拾他？听到古幽的话，萧炎若有所思，他的袖袍一挥，便将这片天际封锁，任何空间波动都无法传出。这样一来，就算他们想用空间卷轴逃命，也跑不掉。萧炎的行为让古幽恨不得狠抽自己一耳光。他将怒火发泄在天冥老妖身上后，便说他们3人一起联手。天冥老妖心头一肚子的火，但也十分配合古幽2人。3道蕴含着极端可怕能量的劲风咆哮着朝萧炎而来。萧炎的手掌上出现4种火焰，疯狂旋转着，最后化为一个边缘呈4色、通体100丈庞大的奇异圆环。这是他突破到斗圣时所悟的佛怒轮回，今日便拿古幽3人祭招。
圆环和古幽三人的全力一击相撞，巨大的能量攻击在接触到火焰黑盘时飞速融化，化为虚无。药老在黑盘中嗅到了一种相当可怕的味道，若是人被搅入其中，恐怕灵魂都会在顷刻间灰灰烟灭。就这一次交手，古幽三人就明白他们完全不是萧炎的对手。古幽大喊一声：“这家伙太强，走！”他们三人带着冥河谷的强者，犹如丧家之犬，奔向心界之外。巨大的火焰黑盘迸射出一道黑色光柱，将古幽等人罩在其中。光柱所照之处，冥河盟强者的身体开始被分解，斗气也被化为虚无。古幽三人身为半圣，还能勉强抵抗，但斗气再被分解下去，他们很快也会变成虚无。眼看他们三人想要逃离光柱，萧炎微微摇头，手掌猛地一握，古幽三人所在的空间瞬间凝固。天冥老妖见逃不掉，心中十分恐惧，冲着萧炎大喊，让萧炎放了他。天冥宗以后就是星陨阁的下属势力。萧炎一脸淡漠，他说过星界是一块不错的葬身之处。见投降无用，天冥老妖身体飞速膨胀，在一道道震惊的目光中，犹如炸药桶一般爆炸开，将凝固的空间冲撞得支离破碎。火焰黑盘将能量风暴尽数吞噬，能量风暴消失的刹那，一道极其暗淡的光华悄无声息地冲向一名星陨阁弟子。就在他即将窜进那名星陨阁弟子体内时，一道拳头大小的黑色光柱从火焰黑盘分离，照射出那道暗淡光华。当光华彻底被分解时，所有人都知道一名高级半圣陨落了。古幽和三天尊借着天冥老妖的爆炸冲了出来，萧炎身形一动，出现在他们两人面前，一掌轻拍了过去。古幽一把抓过身旁的三天尊，将他推了出去，然后火速暴退。三天尊在这一掌之下迅速化为灰烬。古幽心里无比后悔，早在几年前他就有机会去抓捕萧炎，但那时他嫌弃萧炎太弱，便丢给了别人。没想到这一丢，如今将他的小命也丢了。就在萧炎的手掌即将落在古幽身上时，他身旁的空间震荡，一只干枯苍老的漆黑手臂探出。萧炎眼睛一缩，魂族斗圣终于现身了。他心念一转，不远处的火焰黑盘化为巴掌大小，贴在他的拳头上，一拳狠狠地轰了过去。黑色手臂将火焰黑盘震退后，一把抓住古幽。眼看他们想走，萧炎眼神微寒，手指闪电般点在古幽身上。听到古幽惨叫，萧炎手掌猛地一拐，点向他的额头。这一下若是点中，古幽就会瞬间丧命。神秘斗圣抓着古幽的手臂一用力，就将他扯进裂缝。与此同时，他的漆黑手指和萧炎那一指重重地碰在一起。萧炎连退好几步才稳住身形，一道苍老的声音从空间裂缝中传出，让萧炎想要救他父亲萧战，便来魂界，他们等着萧炎。听到萧炎冷笑着说自己迟早会去，空间裂缝中的人明显动怒，说萧炎还真是狂妄自大，若非是有一些限制，今日他就把萧炎杀了，免得日后麻烦。最后他还告诉萧炎，不管他如何挣扎，最终还是会像他的先祖一样成为魂族的阶下囚。萧炎目光闪烁，魂族的强者果然诡异莫测，星界空间已经被他封锁，没想到魂族斗圣还是穿透过来救走了古幽。萧炎的心中多了一些慎重，他能够预料下次再遇见魂族的人，必然会是一场真正的恶战。萧炎转过身，让各位长老处理残局，便带着休息好了的药老、彩铃等人离开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